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，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，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三达，我这趟回来啊，是送部队过黄河。哦，今天刚送走，就赶紧回来看看你。你身体咋样嘛？好着嘞，好着嘞。倒是你嘞，哎呀，你是干大事的，忙归忙，但是也要顾及身体嘞。啊，三达，你这胡子都白了。哎呀，能不白吗？自从上次你走了以后，这都几年了，是吧？哎，岁月不饶人嘞。这2年家里粮食够吃不？能成，只要是不遇上灾荒年，有余粮嘞。这不是今年又给队伍上送去了一些，紧是紧了点儿，够了，够了。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，今后的日子可能更难。这一大家子都靠你一个人操持着，你受累了。哎呀，我不怕。民国18年年景多难了，咱也走过来了，我怕啥了？现在我们也都大了，你在外边忙，放心了，家里有三大嘞。哥，来喝水。哥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啊。不用做，哥还有公事，今天连夜就得赶回去。哎呀，你再忙你要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来到路上就吃了。能成。那你写字儿嘞？你看这娃都成人了。三达，这钱你拿上。你干啥嘞？你拿上吧。不成，不成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家里不需要，你在外边你需要钱，你拿着，拿着。三达，拿上，你拿上，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。拿上。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就是啥事儿你就说嘛。就是去年你不是把钟开也带去闹革命了吗？
这一去都没回来，我是想着能不能叫他回来。家里总得留个香火的。三大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。你也知道，日本人打进来了，这是要亡咱的国，灭咱的种啊！如果这个时候家家都考虑自己的事情，以后恐怕还真的要当亡国奴了。这道理我是知道了，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我就是怕。三达，我知道你担心啥，你放心，现在国共合作，一致抗日了。再说我也会把仲恺照顾好，啊。等日寇打跑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三达，哎，抽我的，来。你这是也抽上烟了？啊，来，抽我的。我给你点上。不用，不用，又是。没劲儿。兄啊，你顾得上的时候，常回来看看来。总南，我们刚刚召开了5届五中全会，制定容共、防共、限共的反共方针。抗战以来，共党日益壮大，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，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。假以时日，我把西北交给你，我坐镇西南，你坐镇西北，你将是我黄埔系第1位集团军司令。谢谢校长栽培。现在，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。告诉我，你将如何经略西北呢？我还是请校长明示。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。古人说，生不必不如师，而师也不必贤于生。你和我说说，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？校主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不，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。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。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，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，我们就要坚决抵制，一心一德贯彻始终，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！学生明白了。
学生一定竭尽全力。营长，发现一队八路！兄弟们，上峰有令，给我抄家伙！兄弟们，快！同志们，再坚持一下，过了这道哨卡，咱们在就地休息，好不好？好。混蛋，拿我们当牲口！油条，我又不认识字儿，这个对我也没用，我只听上峰的命令。上峰没开口，鸟都别想从我这飞过去。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还想打你呢！那我先汇报一下，最近情况有些复杂，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5荣校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。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，被国民党拦下了，为首的就是保安9团的刘凤山。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长刘玉琦，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售卖粮食蔬菜。现在前方，日军把攻击重点转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，没想到国民党保安团连我们荣校借道都要刁难，看来形势发生变化了。我提议啊，我们要马上做好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反攻的准备。习书记，我们要是这么明着跟国民党对着干，这可是大事儿，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？我觉得呀，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统一战线，要顾全抗战大。现在不是我们要明着跟他们干，是他们已经拔出了匕首，逼向我们的脖子了，是他们破坏政策在先。我认为啊，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，在坚持斗争这一点上，我坚持我的原则。我赞成周勋同志的意见。我也赞成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，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，发动群众全民抗战。停，粮食留下，原回吧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什么人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八路军荣校的给养，你们还敢抢啊？站住，兄弟！站住，兄弟！站住，兄弟！公然越界冲击政府，是要上军事法庭的！你们无辜杀人！是。请坐。哎呀，习书记、霍专员，酒后了，刘某失礼了。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魏主任魏海。魏主任，刘县长，别来无恙啊！习仲勋，
这真是士别三日，咱刮目相看啊！当年富平城墙下的愣娃，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！不简单，不简单。魏主任也放下了3元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，拿起了枪，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，更不简单啊！哈哈。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，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您是什么身份啊？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，你呢？有身份吗？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。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。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？那就太好了。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，咱们就坐下来，好好的聊聊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吧。刘县长、魏主任，此次摩擦事件，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。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，又被枪杀了9人。我们希望，第一，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，交出杀人凶手；第二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；第三，登报，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，郑重道歉。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。咱们先别说那些1、2、3啊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你们这是何居心呢？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，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。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，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，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？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，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。我不跟你谈，我跟他谈啊！魏主任，过分了，不要人身攻击啊！都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，咱们就好好的谈。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，更何况魏主任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，不是？我们的旬邑县呐，情况非常特殊，这里面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，还有你们的驻军，都是一些血气方刚、年轻气盛的兵麻子，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，产生一些摩擦冲突。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，国难当头，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。这件事啊，说小也小，说大了呢，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。这个事情的定性嘛，因为事情突发，我们还得调查。你们公然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，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，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，还抓捕了17人。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还调查什么？现在时事纷乱啊，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。你们拒不配合，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。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啊！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，这不是无稽之谈吗？刘县长，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，并且交出凶手。没有凶手。我今天明告诉你啊，不但没有凶手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走不了。来人！刘县长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谈判代表的？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把枪放下，放下！习书记，
何老贵是土匪打死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缉拿凶犯呢。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何老贵他们就是被你们保安团枪杀的。你说是我们杀的就我们杀的了，证据呢？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，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。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，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，别无分号。而在这个地区，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！退下！消消气，消消气。看看你们俩啊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钟勋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？哎，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，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？这件事，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。这样吧，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，你看怎么样？刘县长，不管你怎么汇报，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。我请示，马上请示。好消息呀，钟勋，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，但是上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，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。刘县长，自从国共合作以来，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，但是我们不惹事，我们也不怕事。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，欺人太甚，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。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，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，不要再制造事端，制造摩擦。我说魏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非要现在扣押他们呢？多好的机会啊！哎呀，放虎归山。喂，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？没打。往哪儿打呀？首先是伤员、荣校，不要犹豫，马上撤。好，我来安排。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，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，随时防备刘禹锡扑过来。是。主要防备啊，宾县保安团和保安第6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。他们一定会来的，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趁机把我们挤出去。韦德同志，你要做好群众工作，做好政治宣传工作，随时准备迎战。好，马上开战。同志们，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，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有力的还击，告诉他们，抗战大局不容破坏。来，请坐，随便坐。坐吧。马先生，我是新民报的记者。重庆有人质疑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他们提出疑问说，既然统一战线是重要的，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，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，由中央直接领导。
众所周知啊，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，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。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，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，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情啊！中国确实需要统一，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，统一于团结，统一于进步啊！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，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。我是中央社记者，汪精卫提出的口号“反蒋反共亲日”，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？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、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。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，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，不应该互相反对、互相限制，而是应该互相团结、互相协助。我们应该联合起来，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、卖国贼啊！在这一点上，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。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，还动用了大炮，死了不少人。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？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，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，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。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、欺人太甚的话，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，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！请你记住我这句话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县长，咱的人手有点不够啊。龙山，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，告诉弟兄们，给我轮番进攻，不要让他们喘息。是，弟兄们，给我烧！徐书记，前线阵地怎么样？党中央派来留守团增援的部队到了以后，我们坚持了7天7夜，寸土未丢。好，荣校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地撤到了后方，现在他们正在调集大量的增援部队，我们必须保存力量，命令部队有序撤出战斗。是。林校长，我们不想走，只要不离开分区，让我们咋办都行。我说同学们，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，撤到后方去，把门开开吧，听话。齐书记，仲恺，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，但是有3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，给自己关窑洞里了。校长劝半天了。齐书记，哎，林校长，不能怪孩子们，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，舍不得离开关中啊。同学们，同学们啊，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。你们对这儿有感情，舍不得离开。
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啊。可是眼下，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，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。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也为了长久之计，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。因为到了那儿，你们才能更安全、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。我相信啊，不管大家在哪儿，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，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。请大家多理解。同学们，咱们一起唱一支歌吧。大刀向，大刀向，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前面有东北的英雄，后面有全国的哥，小时候爸和妈对你最好，供你上学。我那会儿就想跟你一样，后来你出门了，爸和妈没了，大姐出嫁，费劳也没了，夏英4、5岁就害病了。他要长大了，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。这么多年你不在家，家里揭不开锅。幸亏三打一家帮衬着。是，哥没管过你，也没照顾过家。哥对不起你。我没怨你哥，我要长大了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呢，你干革命呢，我也想跟你一样。啊，明天你们就要走了，哥给你缝了件棉袄。哎，那边冷，到了那儿之后啊，赶快穿上。我不想走。我知道你不想走，但现在国民党啊，不停地对我们袭扰啊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。那我也不想走。我理解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但你是我弟，你必须得走，还得带头走，听见没？等我毕业，你得让我回来。好，等你毕业，毕业学成了，我支持你回来。我还回你身边来。好。
主席啊，皖南事变之前，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，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，妄图想要困死我们。我们没有衣服，没有粮油，没有菜，没有纸，战士们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。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。边区的矿业呢，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边分区的食盐。关中分区临接友区，一南一北，通道通畅，经济互通。这样一来呢，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。政策上，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，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。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《定边鲁中财长征记》，他们运一垛150斤的盐，可以赚100多元钱呢。可见，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，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。老板，咋就不收法币了呢？都不收了。你这咋还涨了3倍的价钱？我们那的边币跟法币一个价，为啥到你这还变了呢？对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都不要再吵吵了，好吧？来，往这儿看，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，不收法币，只收边币。今天吃盐150斤一垛，每垛边币300块钱。要买的往进走。不买的你都起开，不要阻止你们。还上车，不要了，别上车了，够了，别抽。让一放。咋，老板？咋了？不收法币了？现在都不收了，老爷子。我们带的都是法币。哎呀，就是。我跟你说，老爷子，现在呀，这是新规定，要不然你们回去。把法币换成边币，我肯定让你们把盐拉走，行不行？哎，老板，我们这来回可是20多天的路程啊，白跑一趟不说，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，你有点不讲理了。老爷子，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，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。银行现在不收法币了，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边币，那是这，有现大洋也可以，行吧？谁有现大洋啊？对呀，就是啊。那再不行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问一问了啊！行了，走，全买的。不能这样做生意吗？啊，还有这样做生意的吗？啊，就是呢。老哥。这我们可都是听了你的话才借钱出来运盐的呀，啊，只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吗？就是，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，弄着弄死俺了嘛！哎呀，这是你叫我们拖延挣钱的，你得赔我们损失，就得赔，赔，你必须赔钱，你得赔，赔钱！你得赔钱！赔？我拿啥赔你们？啊？去年法币和边币一个价，谁知道过了个年，这法币就成废纸了？谁想得到你们说？我也没办法呀。哎，这一路上。人要吃饭，牲口也要吃，这一趟就20多天，屋里的活没办法弄，还要赔上本钱。人家说，可回去要买房买地呢。你们啊，都包庇我了。
我这连本带利，我怎么还债主呢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老哥。仁山大哥，你就别盘算了。你看人家曹老六把钱都准备好了，这送上门的买卖还能不要啊？只要巧翠一点头，这事不就成了吗？要我说呀，你现在先把病养好了，等身体好了，咱把喜事一办。哎呀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大婶子，慢走啊！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巧翠闺女吗？哎呀，你看人家这闺女长得多俊呐！巧翠呀，你可是你还不快走？这我这是洗车的布啊！这孩子，哎呀，这孩子，哎呀，张大夫，你给我评评理。你说我这一天东家走西家窜的，可这孩子还嫌弃我，你看看啊，你看我倒霉不？哎呀，你这说理的事儿，你得找政府啊！你说你拉着我干啥呀？哎呀，真是倒霉的很啊！哎呀，大夫，我大身体咋样？哦，你大这个病啊，都是急出来的呀。政府不是号召人们用盐挣钱吗？我家这还能有错吗？我呀，就和大伙借了不少这法币，可没想到吃盐涨价了，这法币也作废了。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还不起那么多的钱呐！还能有这事儿？政府的布告不是都贴出来了吗？禁用法币，告示上说，谁用法币要处罚谁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每